以棉纱换大米，这当然是好啊。但是我担心呐，由于上海市场近期棉纱交易量波动不大，我一口很难吃下呀。上海吃不下，还有中国的北方市场吧？现在天津的价格是多少？啊！哎呀，快，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忘了？喝多了。对呀，由于贵国和俄国开战，东北的棉布价格日益攀升，这棉纱的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。哎呦，就别说天津了，现在烟台啊，就连通州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，那都是供不应求，销得翘得很嘞。拿着。每逢过年呀，我们就来麻烦状元公给我们写春联儿，真是辛苦您了。哎，不麻烦，乡亲们让我写春联啊，说明年过得好啊，大家高兴。看看这幅怎么样？这，我也不认识字啊，谁帮我念一念？我念。君看大熟岁，更福太平人。哎呦，好！四先生，我爹这辈子不认识个字儿，我这女儿马上到上学该读书的年龄了，你说这可咋办啊？三哥呀，咱们呢确实应该为孩子们办一所学校。那边长乐镇的东侧就有块空地，我们就可以筹办一所学校。好啊，四哥，关乎孩子教育的问题，我跟道一妹妹也可以出把子力。是，姐姐说的没错。要是钱不够呢，由我们姐妹俩来补足。好，三哥就这么定了。乡亲们，过完年呀，咱们就筹办一所张氏私立初等小学校。状元公答应给我们建学校，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。要给阿爹、大娘还有娘亲拜年，祝阿爹、大娘还有娘亲年年岁岁福寿遐昌。好，来，怡儿，到大娘这儿来，大娘给你看看压岁钱。四叔、四婶、小沈，四叔、小沈过年好。过年好，拜年了。给您拜年了。好，起来吧。四叔、四婶、小沈，元祖给您拜年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日本、俄国开战，居然是在我国辽东。哎，太平年生意才好做呀。如果国势不稳的话，祸事说不定转眼就到咱们眼前。诸位，啊，大过年的都开心点啊！这报纸我也看了，他们打他们的，咱们过咱们的年，啊，不还保持中立吗？什么中立啊？在我们地盘上打仗，倒让我们保持中立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窝囊！中立不中立的，咱先不管了。东北一乱，这关装部销路大受影响啊。关装部可是咱们通州外销的大宗啊。关装部销路不好，明年咱们的棉纱产量就得降低呀。啊？哎呦，
我呢，有个提议，将我们的棉纱转售到两湖地区，拓宽销路。东北不行了嘛，我们就朝着这个两湖地区去发展。光两湖解决不了问题，东北也不能放弃。沈大哥，东北的行情你最熟悉，要不然您再跑一趟，找找补救的办法。这么着吧，出了正月，我去趟天津，摸一摸东北的情况，好吧？总之，越是国事不稳呐，咱们地方建设也要细心的维护。还有一件事跟大家商议啊，当然这主要是说给孟生听的。去年呢，生意不错，我的意思是从咱们这个盈余里头啊，拨出一部分款项来资助我们通州师范学校的运转费用。孟生，四哥，一找我，一准是要钱。没问题，过了年我就去办这事儿。咱有钱啊！今天呢是正月初5，我代表总账房给诸位发个小小的红包啊！祝沈大哥一飞冲天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三哥二龙戏珠，谢谢。祝四哥三阳开泰，祝高董4喜丸子。四季发财好嘛？发财发财，发财发财。大哥，北方天寒，早去早回。本来我该跟您同去。其实啊，我是大生的尽忠过董，北方棉纱市场不稳，我自然要亲力亲为。再说了，地方自治是个大事儿，让你操心的事还多着呢。多谢大哥体恤。哦，对了，孟生我跟他谈了，他虽然心里反对，但是嘴上还是答应，不阻挠，静观其变。孟生唱反调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。沈伯伯，哎，要开船了。好，你放心吧，还有易红帮着我呢。有劳大哥。好，回吧。好，回吧。开船。大家一路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三先生鞍马劳顿。来，请，请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多谢诸位的赏光，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是有一件大事要同大家商议。听闻张大人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，可有此事啊？还是这位先生消息灵通啊！今天把诸位请来啊，就是要商议这件大事，在咱们通州实行地方自治，携通州各界之力，咱们振兴教育、公共卫生、大办实业、推广慈善，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地方自治范本。张大人，此意可不是小事啊！您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，可这公益的钱从哪出啊？问得好，问得好！没有银子，一切想法都是空谈，是吧？是。这个钱呢，我们大生愿意带个头。这是我们大生公司和垦牧公司为地方自治捐出的1笔自治专款。再有啊，我张简个人愿意从我大生每年的分润当中拿出绝大部分银元，固定投入地方建设。将来嘛，咱们还可以成立自治会，以这个财税弥补不足。各位，我们都是通州人，为通州出力办事是应该的。
既然大生纱厂带了这个头，兴隆钱庄自然不能落后。我捐500两银子。我捐1000两。多谢。前辈，多谢张大人，您创办通州自治自然是善举好事。成立自治会后，通州的建设千头万绪，教育、实业、卫生诸多要务。您认为首要之建设该如何行事呢？问得好，请坐。我以为啊，若说首要之事，当是先建一座博物院。我已经给朝廷递呈了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，建议各省啊都建图书馆、博物院。因此呢，在通州师范的对面，我们找到了30亩地，拟建博物院。我们把我们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先秦子集、先辈文献等等吧，放在博物院里。这样呢，可以供咱们通州的子民和学生啊实物查理。老朽孤陋寡闻，从未曾知晓博物院，实不知其为何物啊。各位请坐。这个问题啊，咱们请孙之夏同学替我回答啊，请坐。请坐。博物院者，藏古今之珍宝，陈列历史之遗迹，学者得以窥见往昔之风貌，抚今追昔，豁然开朗。我以为啊，博物院是进步的文化形式，开启民智，可教人识物知礼。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。哎，这就是咱们通州师范学校丁字班的学生啊。不错。其实啊，各位，博物院它是学校的后盾，让实物跟书本相互参照，学生们呢可以参照实物，综合古今，探讨明理。这个是好，是好。对，我们每人捐100两银子，支持您办地方自治。这办成办不成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要抒我们桑梓之心，显一方百姓的赤诚心意。我出100两。多谢。我出300两。多谢。我也要出1分地。你再加上一个18642两，这儿再减去一个941两，然后三哥，这是今天通州会馆汇来的一张3万两的银票。是吗？通籍京官啊，听说咱们要搞地方自治，建博物院，纷纷要表达一份心意。这是好事啊，爹。这有了钱，有时候是好事，有时候弄不好，它就不是好事。您看您三哥，没银子您发愁，有银子他也着急。那有了银子，有人会眼红，没准说咱们有贪心。嗨，三哥呀，咱们自己做到手脚干净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您怕他什么？你不怕，我怕。这些公家财产，非公取不取，这用于地方自治的钱款，必须把账做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并且对外公示，让人家心明眼亮、心服口服。三哥，还是您有远见，仁祖学着点啊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哎呀，又怎么了？可了不得了，天塌不了。大人，我听说张謇通过汉姆陵书局印了几本日本宪法，正找人往宫里呈递呢。他这么干，不怕惹祸上身吗？这个张謇自打从日本回来以后，又是开书局，又是办育婴堂，连植物园也开始筹建了。大人，您说，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，他可倒好，大刀阔斧。不，一码归一码。他帮本官办这些地方性事务，让老百姓闲来有个地方逛荡，这挺好，本官要嘉奖他。但他印这个什么法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还不明白吗？他要越俎代庖，他想要推行地方自治。
大人，您别忘了，光绪27年他就写过变法评议，那年他就说，绅士通过地方府县议会，可以示民教之争，通上下之情。现在他又携大生之力，办通事、开书局，这一番折腾的背后，所图者甚大呀！哎呀，不能吧？士绅办地方自治，那也是官制知府、朝廷许可的。再说了，人家现在刚被任命为商部的头等顾问，太后亲赏的三品衔，他还能弄出什么乱子来？大人，要么不出事儿，要出可是掉脑袋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？惹不起人家，想躲都没地儿躲。哲仙兄，好久不见。亮祖啊，赶紧请夫人安排哲仙兄最喜欢的东坡肉。好嘞，请坐，哲仙兄。继之啊，这回我是不请自来，是有一件关系到苏浙两省民生的大事要与你商议啊。哲仙兄，请讲。7年前，盛宣怀与英商秘密签署了苏杭甬铁路草约，向英国人借款修铁路。从此，苏杭甬的铁路路权就落入了英商之手。后因多方牵延，搁置至今也未开工。如今呢，苏浙两地要求收回路权、自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大，朝廷也扛不住了，证明盛宣怀与英国人商议废约一事。名曰借款，实则夺路嘛。借款条约层层压迫，这要是签了正约，这路权50年都夺不回来。正是啊，其实要想保全路权，就非拒借外款不可呀。哎，哲仙兄啊，自通商以来，西人纷纷夺取我通商口岸航权，现在中国自建铁路，他们又扑向了这块肥肉。今天英国人来，明天美国人、日本人再来，纷纷起而效之，这路权被夺的危害，朝廷就不考虑吗？指望朝廷那帮昏聩之人，不如你我苏浙两省的商民联合起来，夺回路权，拒借外款。好，哲仙兄，铁路关乎国防，必须由中国人自办，张俭义不容辞。好，那我们就分头联络苏浙两省绅商，拒借外款，夺回路权。朝鮮の反日分子と密接に往来している人物は金鉄橋である。朝鮮海上の人物で、地位は雨林、法は宗公、地長交流の移民で、かつて朝鮮編集局にで編集の職です。今回の来華は朝園に泊まる。目的はまだ明らかにしていません。カカ。この宗公先生は朝鮮でも有名な詩人です。亡国の詩人、漂白のみ。金鉄橋は家族と共に来ており、ここ数日の追跡によれば、中国の文人たちと付き合う。どうやら誰かを待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。大帝要当武周也，高翻英日，张春来。この宗公先生の死を思い出した。生駒君、支部に登場する長生とは誰のことか分かりますか？ご指示をください。もし私の推測が正しければ、この長生こそ
宗光先生が探している人だ。ただなぜこの長生がずっと姿を現せないのか。盛宣怀视费祎如割肉，推为严道，又设置重重障碍，从中阻拦。如今，张俭与王同玉等18位江苏籍官绅联名呈书商部，提出盛宣怀如不收回草约，当重治其罪。好，江浙就是应该联合起来，联合起来！大先生，联合起来！大先生，唐旭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莫非工地上发生了什么状况？大先生，英国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对朝廷施加压力，妄图迫使朝廷收回商办成命，停止苏浙陆攻。更为可恨的是，他们还想强行重启旧约，图谋独占苏杭永陆权，挟两省于危亡。这是啊，这做的也太过分了。就是啊，背朝旨，弃陆权，失民信，何以为国？我们誓与铁路共存亡。我们誓与铁路共存亡。我们誓与铁路共存亡。这些书生真是岂有此理呀！他们哪知道英国人对我施加的外交压力？是啊，老爷夹在江浙士绅和商部之间，里外难做人呐。得罪了江浙人民，祸是上元；如果得罪了外务部，那么祸就在当下。张俭如今是商部的头等顾问官，唐大又纠结一伙人闹着收回陆权，他二人穿一条裤子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吆喝吆喝。哎，大人，要不我也找几家报纸驳斥他们的主张，扭转一下舆论？不，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哎，司先生，友谊那儿有您一封信，我怕耽误事儿，就给您拿过来。苍江兄来信了。夫人，哎，道爷，咱们家要来远客了。谁要来呀？金苍江是个朝鲜人，这名字没听你提到过呀。这个人呢，是我当年跟着吴长庆大帅去朝鲜平乱的时候结识的好友。苍江兄为人光明磊落，喜欢唐诗宋词，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啊。那这么说，人家是千里迢迢特地来看你的喽？他不是来看我的，他是来投奔我的。朝鲜被日本占了，他不甘心当亡国奴，这才背井离乡远赴中国呀。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人家。一红啊，准备行李，我要去上海，亲自迎接金苍江。好。同胞们，同胞们，7年前，盛宣怀与英商秘密签署了苏杭甬铁路草约，向英国人借款修路，从此，咱们的路权就落到了英商的手里。然而，事隔多年，至今都未曾开工。今天，我们要求收回路权，自办铁路。收回路权，自办铁路。欢迎大家踊跃入股，集资修路，1人1万股，不嫌多；1人1股，不嫌少。
谢谢。记者，这些呀，看来我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。你看现在江浙两地街谈巷议，人人皆以不入股为耻，凡是有点血性的，无不与我们同仇敌忾。不仅是江浙呀，如今14个省、48个县府的人也纷纷来电，他们也要求入股集资。这还不到1个月，认购的铁路股款居然已有几百万银元，远超洋人预想借款之数，民心感奋，实属觐见。是啊，咱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。哪堪回首结交处，23年一梦血。正叹眼中人已老，不知天下是何如啊！苍江兄，您既然来到中国，为什么不去通州找我呢？我在朝鲜时，屡屡遭到日本人的监视，所以我也不敢贸然找您呐。此番来到中国，有什么打算吗？此行仓促，行李萧然，别无长物。这是我最敬重的申子霞的诗稿抄本，送给你这个东道主。往后我只想整理文稿，也算是为延续国之文脉略尽勉力了。苍江兄，坐。哎，苍江兄，远渡重洋，随身只携带书籍文稿，文人风骨啊。苍江兄，您可否愿意携家眷来我通州？我呢办了一个汉墨林印书局，正缺您这种通晓文史、善于编纂的高手。只是通州地方狭小，委屈苍江兄了。我不过是一个异国的逃亡之人呐，就是怕给你惹麻烦，还谈什么委屈啊？哎，苍江兄，不说这话，今后您就拿通州当您的家好了。如此甚好。欢迎苍江先生来通州啊！来，请。你我朝鲜一别，已有20多年了啊！对，老友相见，甚感唏嘘。当年你们到朝鲜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已经到地主之谊呀。此番我又来到通州，寻求你们的帮助，叨扰了。苍江先生，您这话就客气了。当年我跟四弟在朝鲜，您没少给我们恩惠啊。您送给四弟的古籍，到现在他都好好保存，就在汉墨林的藏书屋。是吧？那我还真来对地方了。季志兄，明天我就去书局。哎，苍江先生能来通州叙旧，我们备受鼓舞啊！来，请。请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就会要暴动了。这个汤寿乾呐，整日的上蹿下跳。张简他最近忙什么呢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天天带着一波工程师到处跑，大人不必担忧。张简只经营过沙场，肯木就是一个乡下人，他懂什么修铁路？要知道，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修的，不是几个酸文人带着一波土财主就能办到。
这个张简比汤寿且难缠得多呀，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大人，洋人不是让您把护苏段的通车庆典办得更盛大些，不如我们把张简请来，一来为庆典壮色，二来也让他看看英国人是怎么修铁路的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去吧。是。哼，这个盛宣怀呀，护苏段铁路通车，给我下帖子，邀我去观礼也就罢了，哎，没想到也给季直送来了请柬。就为建阳寨筑路，沪宁县拖了这么些年，早成了他盛宣怀心里一根刺。如今护苏段通车了，他当然要大书一笔，请四先生和汤公前去观礼，就是为了堵上你们的嘴。哼，盛宣怀的面子我是不肯给，要去，你去。哲贤兄，您不想去就算了，我倒是很想去参观学习一下。怎么，你愿意去扛他这个轿子？去，不仅去，我还想上台致辞。后生啊，哎，我们走一趟啊。好。如今啊，咱们的铁路越修越长，那些洋人的眼睛也是越盯越紧，都想拿到借款权分一杯羹。无奈朝廷软弱无力，洋人稍一施压，朝廷就把压力转到咱们这边来了。是啊，如今我们这个公司压力最大，已经有几个股东扛不住了，他们提出愿意接受英国人的借款。汤公，这绝对不行！江浙民众、全国民众好不容易在收回路权的事情上团结一心了，这次我们要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坚决抵制建阳寨。张简来了吗？这位老夫子还是在家骂娘呢，他不会来的。那就开始吧。好的。张大人此番前来啊，为庆典增色不少啊。盛大人哪里话？沪宁铁路部分路段通车，此乃是我们江苏省1等1的大喜事啊！身为一个江苏人，我深感与有荣焉，岂能不来？一会儿庆典，我还要致辞祝贺。请。各位大人，沪苏段通车典礼现在开始，下面有请商部头等顾问张简张大人致辞。各位，本人有生以来啊，还是第一次参加铁路通车典礼，尤其是沪宁铁路，这样一条创造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多项第一的铁路，老爷，激动的心情啊，短信啊，难以言表。说话。沪宁县有4个世界第一，打破了世界纪录，待本人一一道来。第一，沪宁县自光绪24年定约日起，至今日，整整8年，才完成了1/4路段，工期之长，乃世界第一。第二，沪宁县每公里造价9万元，是沪杭县的3倍啊！我们创造了迄今为止
世界上最昂贵的铁路造价。第三，沪宁县建洋债290万英镑，举债之巨，乃世界第一。第四，沪宁县实为官办外债铁路，而操控铁路管理权的是中英银公司。中国人借钱，外国人控制路权，主权之屈辱，实属世界第一。大家安静！大家安静！大家不要议论，听状元说把话说完。大家安静！所有这一切，原因指向一个：路权的丧失，国家主权的丧失。今天这个庆典啊，对于承造沪宁县的中英银公司来说，确实是可喜可贺的；对于请英国人承造的中国铁路公司来说，可能也是可喜可贺的。但对于江苏百姓，对于中国百姓，是可怜、可悲、可叹的。这是一场需要用吊唁来纪念的大悲剧。状元说的对，必须有中国人说这样的话了。厉害可是，你说他这个说传说之言，没见过。哟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收到电报就赶回来了。夫人身体怎么样？中医西医变着法的请，挨个都看过了，就是卧床不起。这几天泻得还厉害，饭也吃不下，药也喝不下了。沙建安来看过吗？来瞧过了，沙先生说，只能勉强维持，只怕是……说吧。只怕是撑不过这个月了。夫人，四哥啊，你回来了。四哥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清楚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想在咱们长乐镇建一个女子学校，让和我一样的女子都能走进学堂读书。等学校建成以后啊，就取名叫做张徐女子初等学校。我最近总是做梦，
梦见咱们走了的书，能不能以他的名义重建一个育婴堂，让通州不再有可怜的孤儿？巧了，人皆有一死，别为我难过。夫人，好好养病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。啊，明天我就去帮你给小学校选址。好。老爷，小田先生到了。哦，有请。哎呦，小田先生，请。盛大人，一向可好啊？喜鹊枝头叫，必有贵人到。